你可能不知道，地瓜其实是牵牛花的近亲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科学家发现地瓜的基因组中存在外来 DNA， 这意味着大约在8000年前，大自然上演过一次转基因事件，把牵牛花变成了地瓜。而地瓜和土豆，也就是马铃薯，同为美洲来的高产作物，走向世界后命运却大不相同。地瓜产量惊人，营养丰富，但为什么没能像土豆一样成为人类主食？吃地瓜为何特别容易放屁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索地瓜的疯狂真相。首先来揭开牵牛花变地瓜的秘密。时间回到远古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南美洲热带丛林中，一种开着喇叭状花朵的野生植物正在悄然生长，且它长得很像我们熟悉的牵牛花。大约在100万年前，一次神秘的邂逅发生了，土壤中的一种微生物农杆菌感染了这株牵牛花亲戚。一般情况下，农杆菌感染植物不会掀起什么大风浪，但这一次截然不同。农杆菌不知何故将自身携带的 DNA 片段插入了植物基因中，就像黑客入侵电脑般，在植物体内写入了一段陌生程式。换句话说，大自然亲手进行了一次转基因实验，基因被意外修改后，植物开始出现反常的变化，原本纤细的根和茎开始膨大，形成块状的储藏组织。你可以想象，本来只会开花攀爬的牵牛花藤蔓，突然在地下长出了胖乎乎的小块茎，像是偷偷埋下的宝藏。这或许就是地瓜最初的雏形。不过当时的块茎可能很细小，称不上美味，但大自然的神奇转变已经启动。这种植物因为嵌入了外来基因，获得了某种生长优势，也许是能产生更多植物激素，刺激根部膨大，或者提高了养分积累的能力。总之，在漫长岁月中，拥有这种新特性的植物更好地生存下来了。科学家推测，这段外来 DNA 对植物有益，所以才能稳定遗传下去，成为植物基因组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2015年，科学家正式宣布，在地瓜中找到了来源于农杆菌的 tDNA 片段，证实地瓜是自然界的天然转基因生物。这发现让所有人瞠目结舌，原来转基因并不仅仅是现代实验室的产物，大自然早在几千年前就设计出了转基因作物。接下来，自然界又安排了地瓜诞生的第二幕剧情。大约在50万年前，经过漫长演化，那种基因变异的牵牛花亲戚繁衍出几个不同分支。在机缘巧合下，两种近亲的野生牵牛花发生了杂交，就像自然替它们安排了一场联姻。这两种植物的基因结合在一起，优势互补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后代。新的植物拥有6套染色体，科学上叫做6倍体，这意味着它是由不同物种杂交后经染色体加倍形成的混血儿。多出来的染色体带来更多基因组合，让这种植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。更关键的是，它继承了块根膨大的特性，并且块根变得更加肥硕香甜。可以说，真正意义上的地瓜植物已经在此刻诞生了。自然而生的转基因加上物种杂交的基因重组，两相结合，造就了这个神奇的作物。科学家破解地瓜基因时发现，地瓜基因就像拼图一样来自多个祖先，其中一部分与厄瓜多尔的野生牵牛花基因极其相似，另一部分则来自中美洲的另一种野生种。地瓜其实是几种牵牛花合体的产物，难怪它的 DNA 如此复杂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地瓜具有惊人的生命力，多套基因让它在干旱、贫瘠、土地上依然能茁壮生长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当初那次神奇的基因插入与后来的天然杂交，我们今天或许根本吃不到这种美味的地瓜。大自然这位隐形的育种大师，早在我们人类开始农耕之前，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份大礼。时光飞逝到几千年前，地瓜这种甜美多肉的块根植物默默繁衍，终于等来了它的伯乐人类。考古学家在南美洲秘鲁的山洞中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至1万年前的地瓜遗存，说明当地的美洲原住民很早就开始采集和种植地瓜。可以想象，最初的美洲先民或许在森林边缘挖掘野菜时，意外发现泥土下藏着这样一根甜甜的大红薯。他们尝了一口，发现带有甘甜的滋味，比一般野根野果更可口耐饥。于是人们开始有意地栽种这种植物。
早期种植的过程也在无形中选育出更大的块根、更美味的品种。农民总是会挑更大更甜的瘤种嘛。就这样，地瓜逐渐成为中南美洲许多地区的重要食物来源。在人类尚未驯服玉米和马铃薯的年代，地瓜可能已是部落餐桌上一道珍贵的主食或辅食了。可以说，地瓜是世界上最早被人类驯化的作物之一。随着时间推进，地瓜的种植越来越普遍，品种不断优化。到了15世纪末，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时，看到的绝不只是黄金和玉米，还有这些让人惊喜的作物。在他的航海记录中，就曾提到从印第安人那里品尝到甜甜的薯块。哥伦布将地瓜样本带回欧洲，成为地瓜走向世界的开端。16世纪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者进一步把地瓜传播到欧洲和非洲。虽然欧洲人起初对这种来自新大陆的红薯兴趣平平，毕竟地瓜甜软的口感和当时欧洲人的主食习惯不太相符，但是通过海上和陆上贸易，地瓜还是逐渐传到了全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。16世纪末，一位中国福建的商人叫陈振龙，在东南亚经商时邂逅了地瓜。他发现地瓜高产异种，于是决定把这宝贝带回家乡。陈振龙从现在的菲律宾一带引进地瓜到中国福建。巧合的是，不久之后福建爆发饥荒，他便向朝廷进言推广种植地瓜，以解民困。明朝万历年间，福建开始大规模栽种番薯。清朝初期，番薯种植更向华南各省扩散。由于地瓜适合在贫瘠土地生长，而且产量惊人，成为荒年救命的粮食作物。有历史学者指出，清代初年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番薯的引入不无关系，因为番薯提供了充足的热量来源，支撑了更多人口的生存。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，番薯简直就是救命恩人。一句俗话说，番薯救荒，讲的正是他在灾年挽救了无数人生命的事迹。地瓜在传入亚洲各地后，也留下深刻足迹。日本、东南亚、印度等地都逐渐开始种植。本来分布在美洲的作物，就这样乘着人类的船只，风尘仆仆地环游了地球。地瓜叶落根生，不管走到哪，它依然带着牵牛花家族的烙印。许多人或许从未见过地瓜开花，毕竟我们吃的是地下的块根，但其实地瓜开出的花非常美丽，而且跟常见的牵牛花几乎一模一样。紫红色或淡紫色的喇叭形花朵，花心颜色较深，盛开时如果不仔细看枝叶，你很难分辨那是地瓜花还是牵牛花。在中国一些农村，有时会把牵牛花称作番薯花，因为长得实在太像了。这种亲缘关系甚至可以创造奇观。农学家曾经把地瓜嫩苗嫁接到牵牛花藤上，结果居然结出了挂在半空中的红薯。由于接到了亲戚提供的养分，地瓜块根居然可以吊在空中继续长大，场面十分神奇有趣。这个试验也从侧面印证，地瓜和牵牛花血脉相通，才有可能嫁接存活。想象一下，牵牛花藤上挂满了一串串红薯，是不是有点像童话场景？而其背后的科学道理，正是它们同属于旋花科番薯属的植物家族。然而，说了这么多地瓜的风光故事，你可能会问，地瓜这么高产又营养，为什么没有像土豆那样成为世界主食呢？的确，马铃薯和地瓜有不少相似之处，它们都产自美洲，都在16世纪左右引入世界各地，也都能在土地里结出丰硕的地下宝藏。然而今天，土豆在许多国家都是重要主食，从欧美到亚洲，土豆泥、炸薯条、炖马铃薯等早已融入日常餐桌。反观地瓜，更多时候被当作蔬菜、副食或零食甜点，例如烤地瓜、拔丝红薯、地瓜粥等等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？让我们细细盘点其中原因。原因之一，植物特性与适应环境不同。地瓜和土豆虽然名字都叫薯，实际上它们风马牛不相及，分属完全不同的科。土豆属于茄科，和番茄、辣椒是一家；地瓜则属于旋花科，跟牵牛花是亲戚。两者在植物学上差别很大，决定了它们适合的生长环境也不一样。土豆喜凉爽气候，能耐清霜，适合在高海拔或温带地区种植。欧洲气候凉爽，大片土地适宜种土豆，所以土豆在欧洲很快普及开来，甚至一度成为许多国家的主粮。
如爱尔兰在19世纪时主要依赖马铃薯。相反，地瓜是热带作物，怕寒冷霜冻，适合生长在温暖的环境。当年地瓜传到欧洲时，发现只有地中海沿岸等少数温暖区域能勉强种植，在大部分欧洲地区栽培难度较高，产量也不突出。即使种出一些地瓜，也难以在寒冷季节保存。种苗地瓜的繁殖主要靠块根发芽、长藤或直接扦插嫩藤，可冬天一冻全完了。而土豆的种薯块在地窖中低温下可安全储存整个冬天，来年春天再播种。因此在欧洲，土豆相对而言更易推广，地瓜则没法大展拳脚。这样一来，地瓜错失了在欧洲成为主食的良机，只能沿着气候适宜的路线向东传播。它在亚热带的亚洲落地生根，但又面临另一个问题：东亚和东南亚早有稻米作为主要粮食，地瓜虽然被引种，也多作为补充作物，用于荒年备荒或副食品。可以说，地瓜在适合种植它的区域恰好遇上了强大的主食对手，比如大米、玉米、木薯等，因此难以取代它们的地位。相比之下，土豆在传入时，欧洲正缺一种高产的主粮来替代经常欠收的小麦和黑麦，土豆的出现完美填补了空缺，因而一举上位成为主食。原因之二，风味与烹调习惯。地瓜和土豆在口味上有明显差异，地瓜含有较高的糖分，煮熟后软糯香甜，而土豆淀粉多糖分少，味道比较平淡。人们在选择主食时，往往倾向于味道中性、百搭的食材，这样才能配各种菜肴百吃不厌。例如米饭、面食和马铃薯，本身味道清淡，容易和咸的、辣的、鲜的配菜搭配，而地瓜甜滋滋的，单独吃很可口。但如果天天当饭吃，配菜反而难以搭配。你能想象每天吃红薯配红烧肉，红薯配酱油炒菜吗？味觉上总有些怪异。不少中国老一辈提起苦日子、红薯稀饭，就连连摆手，因为长期吃地瓜当主食会产生口味疲劳，甚至心理阴影。毕竟甜味吃多了也会腻，而且一顿饭桌上如果主食就是甜的，再搭配其他菜肴会影响味觉体验。所以在美食文化中，地瓜更适合做小吃、点心或甜品，而非每天的大碗主食。欧美国家也是类似情况，土豆可以变化出薯条、薯泥、炖菜等咸味料理，地瓜在西方则多半被做成甜甜的番薯派、糖渍、红薯等，逢年过节点缀一下还行。日常吃主食，很少有人顿顿啃甜薯，口味上的不百搭，限制了地瓜作为主食的接受度。原因之三，营养构成与生理感受。从营养角度看，地瓜和土豆虽同为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高产作物，但它们的成分比例有所不同，进而影响人们的饱腹感和消化感受。举个例子，同样100克，白米饭约含180大卡热量，地瓜只有120到130大卡。也就是说，吃等重量的地瓜获得的热量更少，因为地瓜中含有更多的水分和膳食纤维。表面看这对健康有利，地瓜低热量高纤维，很适合现代人当代餐减肥餐。但对于过去需要大量热量劳动的农耕时代，主食讲究的是在有限胃容量下摄取足够能量。吃地瓜往往容易饱，但饱得短，纤维让胃撑得满满，但由于热量不高，消化又快，饱感维持时间反而没精摆，米饭长。老一辈有句顺口溜，早上地瓜稀，饿到挨50，形容的就是红薯充饥不耐饿的情况。另外，地瓜蛋白质含量也比谷物低一些，约每100克2克左右，和马铃薯相近，但远低于米麦。长期只吃地瓜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，必须搭配豆类、鱼肉等蛋白来源。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因过度依赖番薯导致营养失衡的案例，比如某些地区儿童以红薯为主食，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。而土豆在欧洲广受欢迎的一个隐秘原因是，当时农民常拿土豆配牛奶，一起吃土豆补充淀粉热量，牛奶提供蛋白质和脂肪，两者搭配营养相对全面，不易出现严重营养不良。因此，地瓜做主食的营养局限也影响了它普及为日常主粮的程度。简单说，地瓜非常好，但光吃地瓜不吃菜显然不行。
人们在有选择的情况下，还是倾向于将地瓜作为膳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完全依赖它。原因之四，社会文化与历史因素。地瓜在很多社会的形象，长期以来都带有穷苦、应急食品的标签。这并非地瓜本身的错，而是因为它常在饥荒年代拯救饥民。以中国为例，清朝到民国期间，凡是灾年欠收，政府就鼓励百姓种番薯度荒。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物资匮乏，地瓜更是许多人维生的主食替代品。很多老人回忆物资缺乏年代时，总会提到吃番薯吃到怕。因此在那些走出困苦岁月的群体心中，地瓜难免被联想为挨饿时不得已吃的低档食物。经济条件一好转，大家首先想做的就是换回大米白面，地瓜则从主食的位置退下来，成了不那么体面的穷人食物象征。在台湾就有一句俗语，番薯扦配稀饭，形容生活清苦。番薯扦是地瓜干，配稀饭是吃不起白米饭的无奈。相对而言，土豆在西方的社会形象要正面不少。虽然爱尔兰大饥荒让土豆一度蒙上阴影，但整体上土豆被视为和面包、麦片一样的平常主食。在中国，马铃薯传入较晚，且种植不如番薯广泛，因此并没有背负太多贫困记忆。近些年，随着健康理念兴起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地瓜的价值，地瓜等于穷，这种观念才逐渐被扭转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种社会心理都限制了地瓜变成主流主食的可能。大家潜意识里认为能吃米吃面就不吃番薯，所以说文化偏见与饮食习惯也把地瓜挤到了主食舞台的边缘。原因之五，消化生理上的小困扰。提起地瓜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件尴尬事就是吃地瓜容易放屁。这可不是传说，而是千真万确有科学依据的。地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寡糖类，例如棉子糖、梭蔗糖等成分。这些物质到了我们的肠道中，小肠难以完全消化，大量残留会被大肠中的细菌当成盛宴来分解发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细菌会产生各种气体，比如二氧化碳、氢气和一些含硫气体，结果就是哗啦啦一连串屁意来报道。而且因为某些含硫气体如硫化氢还会带来不太美妙的气味，难怪有人笑称红薯放屁特别臭。当你一次吃很多地瓜时，肠道细菌的原料充足，就像疯狂工作释放废气一样，自然屁声此起彼伏。民间也调侃说，吃红薯是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。不管怎样，场面都颇为社死。虽说放屁是人体正常生理，但如果一种食物吃多了，明显增加肠胃胀气，确实会影响大家将其当主食的意愿。谁也不想每天挺着个大肚子还频频屁响吧。因此地瓜的副作用让它难登大雅之堂。相较而言，土豆中的可溶性纤维和寡糖含量都较低，发酵产气也少，吃土豆导致的肠胃不适明显比红薯轻。所以很多人日常愿意炖土豆炖牛肉，却不敢炖红薯炖牛肉，否则可能饭还没吃完就得捂着肚子噗噗唱独奏了。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有些人肠胃功能强，吃再多番薯也泰然处之，但对不少敏感体质的人来说，地瓜确实不宜过量天天吃。另外，小贴士，如果想减少吃地瓜后的胀气，可以试试充分加热地瓜，或者搭配发酵食品一起吃，或许能稍微缓解尴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适量吃地瓜其实对肠道健康很有益处，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蠕动，防止便秘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戏称地瓜通便又通气。总之，关于屁的烦恼只是提醒我们饮食要适量均衡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瓜作为主食的社交接受度。综合以上种种，地瓜最终没能在全球范围获得如土豆、米麦那样的主食地位。可这并不意味着地瓜不重要。事实上，地瓜至今仍是世界第7大粮食作物，每年产量超过1亿吨。其中中国一直是地瓜生产和消费大国，过去占到全球总产的60%以上。在非洲的许多国家，地瓜更是百姓每日果腹的主粮之一，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，橙肉甘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，帮助数百万儿童摆脱维生素 A 缺乏症的威胁，被誉为对抗营养不良的救世主。在太平洋一些岛国，如巴布亚纽几内亚、所罗门群岛等，
地瓜同样是当地主餐，对他们而言，地瓜一点也不只是甜点，而是每天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哩。因此从全球视野看，地瓜其实肩负着养活人类的重任，只是由于地区差异，我们有时低估了它的地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地瓜适应性极强，在气候变迁和未来粮食安全挑战中，地瓜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它耐旱耐贫瘠，生长周期短，在土地退化或干旱频发的地区，地瓜比娇气的稻米小麦更容易有收成。不少科研单位正投入力量改良地瓜品种，例如提高其蛋白质含量，提升抗病性，改进风味等等，期望让地瓜既能产量更高，又更加美味可口。也许将来我们会培育出不容易引起胀气，口感更加适合做主食的新地瓜，届时它说不定真能登上更多家庭的餐桌主角位置呢。聊到这里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地瓜这一路的奇幻旅程，从远古丛林中一株无名野花，到被大自然植入奇妙基因，从两株牵牛花的爱之结晶，到几千年前人类田间的第一批作物，从美洲到全世界，历经辉煌与低谷，从荒野充饥的番薯饭，到都市人追捧的养生餐，地瓜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迁徙与成长，也深刻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。下次当你捧着热腾腾的烤地瓜时，想象一下，你手中的这股香甜，凝聚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历史的沧桑变迁。一朵牵牛花因缘际会变成了美味的红薯，养育了亿万人，又陪伴我们走向未来。这看似不起眼的泥土之物，实则蕴藏着科学与历史交织的传奇。地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大自然的造化远比传说更离奇，植物也会转基因，作物亦有奇遇记，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怀着敬意与感恩，享受这每一口来自大地的馈赠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地瓜，不妨在心里默默谢谢那位让牵牛花长出块根的大自然黑客吧。也欢迎你在品尝地瓜美味时，跟朋友讲讲这段疯狂又有趣的真相，保证他们听完会大吃一惊。祝各位下次吃地瓜时，既享受美味，也回味故事。